那还有10秒钟，哎呀！中国小将被踢至口吐鲜血，身体抽搐，现场乱作一团，救护车开道，紧急送往医院。究竟是谁造成的这场擂台惨剧？为何中国的散打冠军被打成如此惨状？要想解答这个疑问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男人——泰拳天王波球。提起他的名字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。这个来自泰国的拳王，统治了中国拳坛数年之久，多年间斩获各大冠军，从中国带走的奖金足以供他后半生的消遣。看到中国拳坛的繁荣，波球便派出他的首席弟子来到中国大展身手，锻炼技艺的同时还能拿到奖金，岂不美哉？这个大徒弟名叫苏波邦，作为泰拳王子波球的亲传弟子，苏波邦最近2年成为搏击界冉冉升起的实力猛将。来到中国后3战全胜，并且全部都是 KO 获胜。这场比赛对上的是中国的散打悍将陈诚。陈诚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也是全国散打锦标赛的冠军。这场比赛直言要终结苏波邦在中国的连胜，为中国拳坛的选手报仇雪恨。但故事的走向超出了人们的预期，陈诚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场比赛会成为他生涯的噩梦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，支持下2位选手吧。咱们的比赛马上开始。节目昆仑学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铜陵站的比赛现场，我是昆仑学乔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文博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正式开打。目前可以看到啊，2位选手已经在场上蓄势待发。红方选手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陈诚，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波球首席大弟子苏波邦。这位选手呢，在来到中国之前，其实在泰国已经小有名气了。那么来到中国之后，3战全胜，而且呢都是 KO 获胜。所以说，目前他在中国是一个不败金身的状态。陈诚这场比赛在赛前也是直言说要破掉他的不败金身，为自己的中国同门报仇雪恨。那么刚开场啊，陈诚就将对手直接摔倒。开场比赛火药味十足。陈诚呢也是拿到过中国的散打锦标赛全国冠军，实力呢也不容小觑。苏波邦因为是泰拳出身啊，所以说他的腿法是相当精湛的。开局就是连续的高扫踢，频频命中。那这边中扫再跟打到陈诚身上，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大的。陈诚中扫但被接住了。作为泰拳手的苏波邦啊，是非常了解这种腿法进攻的。又是高扫，中外博弈对抗赛的冠军，实力不凡。2位选手简单一个搂抱。我们看到2位的选手啊，不仅仅是实力不凡，而且呢，两人在赛前在网络上接住了对手的一记高扫啊，直接防住，非常漂亮。要警惕这种泰拳选手的腿法。双方互拼腿击。陈诚也要小心苏邦会突然发出的这些冷招，因为大家看到高扫是频频出击啊。苏波邦这场比赛刚开局啊，已经是出手了很多次了，这个腿技一定要防好。转身后摆腿，这一脚的话没有命中，有点可惜。非常漂亮，这一脚又是稳稳防住了。刚才陈诚的一个接腿摔啊，是非常的典型的散打摔法，而且非常的干脆利落。是的，我们看到2位选手的战架呢，也是一正一反。对于遏制陈诚的重拳，我们看到苏邦也是多次的用高扫踢来踢向陈诚的头部，然后吸顶，用手臂进行格打，想要来飞膝啊，但是被再次放倒。陈诚这场比赛的应对还是很稳的。第一回合2位选手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，而且呢会有来回。第一回合还剩15秒左右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看一下2位选手在最后的10秒钟里啊，能否打出一些新的操作。苏波邦想掌握比赛主动权，频频往前压。陈诚用高扫来拉开2位选手距离。哎，这边敲铃之后，苏波邦还是来了一记中扫，但是并没有造成一个过大的伤害。所以说的话，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回合。第一局的比赛看到陈诚的表现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，非常的自信。第2回合马上打响，咱们的格斗宝贝啊已经是举着牌子上台了。好的，这回合啊，2位选手将会打出怎么样的发挥？让我们一起简单期待一下。
其实我觉得这一回合中开局啊，苏博邦又是高扫。上一回合也说了啊，像这种泰拳出身的选手呢，是非常善用腿法的。那么陈诚想要赢得比赛，就必须要防住对手的腿击。开局两位选手打的是非常激烈，侧踹腿也是给苏博邦很大的麻烦。苏博邦不断往前压进，陈诚拉开区域里，再防，杀伤性还是很强的啊！苏博邦这个腿法又快又狠，搂抱的时候还来一记膝顶对着陈诚。非常重，但是陈诚是扛住了。陈诚侧踹，想要来劈挂腿，但是被对手拦住了，拉开距离。小伙子做动作真是非常的果断，而且非常大胆。苏博邦继续追打，陈诚不断转换身位，拉开距离。刺拳，再一次的侧踹腿。低扫，再加膝顶。到了目前这个时候，苏博邦还是一直在试探对手。是的，下劈腿，侧踹。陈诚的距离感也是不错，柔韧性也非常的好。想要来飞膝啊，但是陈诚直接搂住了。两位选手打的还是很焦灼啊。孤镜膝顶，2记膝顶，3记膝顶，打到了龙边，打得非常激烈啊。苏博邦现在这回合整体的攻势啊是要占据一个上风的，陈诚呢一直在疲于应对，这个慢慢的就能看出来苏博邦这名选手的实力啊逐渐展现了出来。高扫能够通过不断的出击啊来消耗对手的体力，而自己呢也保持良好的一个状态，这个就是苏博邦恐怖的地方。如果说你第一回合能够顶住我的凶残进攻，那么我接下来2回合还是一样的进攻思路，那你有足够的体力来抵挡我吗？啊，这个是在格斗赛场上很难应对的一种事情。对于陈诚来讲啊，稍微有一点被动了。第2回合还剩30秒，比赛的时间过得飞快啊。那这一回合苏博邦又是膝顶，陈诚则是不断用搂抱来化解攻势，想要来转身回踢，但是被直接撂倒，被防死了。刺拳打到对手面部，陈诚慢慢往后退，又是飞膝，杀伤力十足。第2回合还剩8秒，但是我们看还是这一腿又被接住，再来飞膝，非常恐怖啊。那么第2回合也是暂告一段落，接下来的话让我们进入第3回合。第3回合呢也是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这场比赛成为了陈诚生涯的最大噩梦。话不多说啊，让我们赶快进入第3回合。开局陈诚就想来劈挂腿，但被苏博邦直接防住，而且呢还还以低扫加正蹬，又来转身回蹬腿。其实从全场比赛能看出来啊，转身回蹬腿来应对苏博邦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选择。在你转身回蹬的时候啊，苏博邦已经2腿踢到你身上了，同时呢你自己还消耗了体力。可能陈诚现在啊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苏博邦这名选手了。确实啊，面对上这种比自己厉害的选手的时候，越打是越迷茫的，因为你的路数啊慢慢的就不奏效了，同时呢你的体力还在消耗，此时伴随着你的信心啊一起下降，那么越打就会越艰难。比赛的这种风格啊还是非常的自信，不断的在笑，而且呢其实陈诚低扫加高扫，很不错的，又是膝顶攻过来，陈诚选择搂抱，苏博邦慢慢压进，想要掌握比赛的主动权。刺拳，陈诚又一次选择搂抱，体力已经是逐渐见底了，防住对手高扫。台下的观众也是在为陈诚加油，他们也想要陈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，因为苏博邦目前是连胜的状态，这一脚正蹬又是杀伤性十足啊。那么他的正蹬呢也是得到了波球的真传啊，和波球一个感觉，杀伤力很足，而且呢出招非常迅猛，难以抵挡，力度之大啊，也是让人非常难以应对。这边陈诚又选择搂抱，用正蹬想要拉开距离，
但是苏博邦下盘很稳啊，两人体力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分歧了。等不动对手，用拳头开始试探，拼腿是很难占据优势的。又一拳打到面部，陈诚的左胳膊上啊，左肩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伤痕了，这个是对手高扫踢的，杀伤性很大。这个时候陈诚是在近身的时候马上跨步往前贴，拉扯一拳命中头部，再次搂抱，一拳又打到面部，连续几波了啊！这种伤势是很难抵挡的。那搂住膝顶，陈诚还是想抵抗到最后一秒。呀，一记高扫，比赛最后10秒钟，一记高扫踢到了陈诚的颈部。那这一脚踢完之后，陈诚倒地，没有了反应。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瞪大了眼睛。这个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，台下的医务人员赶快上台，将他抬到了担架上，准备送往医院。现场呢也是乱作一团，观众都懵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来看一下这波回放啊，这一脚踢到颈部是非常危险的啊！这一脚实在是杀伤性太大了啊！这记高鞭腿。那么现场的医务人员赶快上台进行救治。陈诚的状态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好，身体也发生了抽搐，那么赶快送往医院。现场的观众啊也是乱作一团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啊。那么还好是搏击比赛都会配备这个专业的救护车，那么直接送往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。后来呢，经过医生的急救啊，陈诚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很快就恢复了。但这场比赛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而苏博邦呢，在这场比赛之后再也没有在中国打过比赛。赛后有些慌张的苏博邦在接受采访时，也是真诚的向陈诚的家人以及朋友进行道歉。You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e hospital. Please, don't worry about him. Yeah, say sorry for anyone in family. 冠军赛第5组第1场的血战，看得我们既心跳又心疼。苏博邦在比赛最后还剩2秒的时候 KO 陈诚，并且陈诚看来伤得不轻。这种危险性是自由搏击无法避免的，是他所具有的魅力，同时也是他所具有的杀伤力。